你有看过凶宅吗？凶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价钱跟地点都差不多的话，是买老公寓还是老大楼？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社区有凶宅可以买吗？先说结论只要凶宅不是你现在在看的那一间就可以啊。我们想象一个情景。你看了很久，终于决定要买这个房子，但搬进去之后跟邻居聊天才发现，原来这个社区曾经发生过凶杀案，然后你就很不爽，你觉得说，房仲跟你拿那么多钱，怎么都没告诉你？那对于这个房仲是否应该揭露所有资讯，对于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房仲有义务要向买家揭露所有可能影响决策的信息，可是这个定义就很模糊啊。但现实就是，房仲跟你讲的话，他一定会被屋主靠背。而且政府只有规定，屋主持有期间若发生凶杀或自杀案，才需要备注。如果是楼上楼下发生凶杀的话，他可以不用跟你说，这是合法的但是这本来就会注记在实价登录上，所以你要知道，会怕就事前查验那如果你会担心的话，你可以在下定前多一个步骤，就是上那个台湾凶宅网去查这样比较不会遇到那个问题，或是 FB 社团也有专门在讲凶宅的社团在这边你就看这个凶宅社团11万人呢会怕凶宅的人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多。像高雄最著名的诺贝尔大楼，应该不管你有没有住在高雄你住屏东或你住台南，你可能都听过诺贝尔大楼，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买，而且它其实超热闹的好，那今年1月才成交，所以你说连凶宅社区可不可以买？诺贝尔都有人买了那你干嘛要担心那么多？一个社区盖了30年以上，没有死过人才是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在买之前可以查一下，因为如果有查到隔壁户就是凶宅的话，它可以变成你谈判的一个筹码，而且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就查一下而已那最后你要知道，投资客有专门买凶宅的流派像是投资客是真的有一个买凶宅的流派，他不是说专门去买，他是说反正有遇到的话平常他做他自己的案子，然后遇到的话就 OK， 他也会收这样。我们现在说的是直接买凶宅不是说发生凶案的社区就是那一户那像这种流派他看中什么就凶宅便宜啊。你今天房子变成凶宅，你是屋主，你怕不怕？怕就赶快看怎么样处理掉然后以前凶宅6折收，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帅过头讲的帅过头蛮有名的嘛，讲房地产那个凶宅6折收，现在应该收不到6折，主要是要看有多凶那通常都还好像那种花莲五子命案那个就真的很凶凶到全省都知道，那价格可能现在也便宜不到哪里去。我跟你讲，现在凶宅你要收市价7折可能没办法，然后他就整间隔起来出租然后租金收的便宜一点装潢用高级一点然后有做过净化的法事，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租的。租客他不会问那么多就是这间房子现在是隔套出租后，那他隔套之前是不是发生过命案什么？租客不会啦，他就看当下觉得喜欢就会租了。很多人在租屋的时候不会查那么多的啦，那通常就是地点方便，租金便宜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出租会怕的话就真的是去找那个净化净化的师傅，有那个在家修行的师傅或是神父，就看你的宗教。然后这个是个方法就是你让对方去住一段时间那之后就宣称这个上一任是那个师傅住的即使有凶宅师傅也都说都处理好了之类有的没的可以打消很多人会害怕的念头。毕竟穷比鬼还要可怕那只要租金便宜，多的是有人来住那就我所知，像在高雄也有一些精舍像这种宗教的分类，这我真的是不太懂我讲错就讲错了好，那就有一些精舍我不太懂，就很像是佛教还是然后他们就是集合在一起，然后有凶宅他们真的会买来做宿舍用的师傅的宿舍用的，因为他们没有差，他们真的没有差所以久了之后他们就房子越来越多就都很 OK 他们买那个也不贷款的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凶宅在社区里面，那个社区你还可以买吗？我的结论是只要凶宅不是你现在正在看的这一间或是隔壁间或楼上楼下是都可以买，因为就连诺贝尔大楼这个高雄的知名景点都有人买卖了
而且买卖数量很庞大哦，它那个社区1400多户哦，那有凶宅的社区哦，怎么会不能买哦？大家都在买啊。那如果你会怕的话，下定之前你去查台湾凶宅网哦，或者到 FB 社团去看一下，这样就可以让你避开凶宅了。你现在哦，那个房仲他骗你说这间不是凶宅，他风险太大了，他不认识你哦，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哥哥是律师，还是你同学是法官哦，所以他不会冒这种风险。如果是凶宅，他一定跟你讲；但如果是你的楼上楼下什么，他自己可能都没那么清楚哦。那我还跟你提到了，投资有一个流派是专门在买凶宅的哦，他整理好翻新出租或隔套收租，因为他取得成本便宜哦，市价的6到7成，所以只要你的租金便宜一点，其实都租得出去。那派位讲话的话，就可以做法事哦，来让那个。让邻居都知道哦，这个之前是师傅哦，这样就好了。那住客在讲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说，这个有净化过。那如果你还是有担心，你就不要租哦，这个没关系，因为我已经租稍微便宜一点了。我跟你讲还是 OK 的，你地段 OK 还是没有问题，满租做得到。最后我想问你哦，你有去看过凶宅吗？哦，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哦，讲八卦。就我有去看过看现场。不是什么凶杀案，那封锁线还拉起来现场，没有那么凶哦，就说真的是意外哦。那个时候是怎样？那个时候是反正就接到电话说，走，我们去看。我说怎样？说事故屋啦哦。我那个时候事故屋要写，那还在讨论当中哦，还没有到就现在就一定要备注在那个藤本上哦。我那时候都所以是不是凶宅就还要用猜的？他说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哦，也一样在高雄哦。然后我说真的，窗明几净，你都看不出是有什么问题。这是凶宅哦，怎么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他说对啊，就都有整理过了，对，然后很便宜哦。最后有没有买？我当然不敢买啊，而且那时候我也没什么钱，然后就算了。然后后来还去看过另一户事故屋，他说这个是什么？前屋主的老婆在浴室浴缸洗澡的时候，什么一氧化碳中毒。好，所以这个也不是凶杀，但是它属于意外身亡嘛，一氧化碳中毒。好，然后所以这是事故屋我们就看确实便宜很多。好，也是高楼层的，也是有景观就因为事故嘛。然后我们就真的直接去开那个浴室，打开看，那个浴缸还在，就说有换新。那浴缸有换新，我觉得说这个叫我住要是没跟我讲这是凶宅，我真的 OK 呢，就很漂亮啊，然后那个区位又很好，那个景观也很好就真的很 OK 啊，所以我相信那个一样我也就算了但它的那个价钱据我所知，在我看完的1个礼拜之内就卖掉了，还是有人在买，还是有人在，所以不用太担心然后再讲一下那个诺贝尔诺贝尔你自己去抖音上面查，你只要查高雄诺贝尔，哇一堆都在讲说这是什么猛鬼大楼啊，什么有没的。但我跟你说，诺贝尔的威力绝对是远逊于台北景星大楼。诺贝尔那个叫猛鬼，这到底猛在哪？我都看不出来。然后说什么回字形，什么风水，我没事啦，真的没事啊。我现在最不太能接受就是人家说高雄诺贝尔说什么猛鬼大楼凶宅，因为我去住过我去住过那个同学的房子，然后去帮他打扫还是怎样我忘了，然后就想说没住过，跟他问，他说没差那我这边打地铺，我睡了1个礼拜有故意的。我跟你讲晚上好吵好热闹不是鬼的那种热闹，是他那个就回字形嘛，还有4栋，然后回字形这样，然后你的主卧通常都是靠后阳台那边嘛，所以你那个窗户你没有关起来的话，到晚上大概8、9点都是声音小孩子在叫狗在叫电视的声音什么很热闹那个热闹到你不觉得这个叫做猛鬼大楼？有这么人间烟火气的猛鬼大楼吗？坐在里面会怕？真的不会怕，没什么好怕的。对，所以那个诺贝尔是以讹传讹的范本，你真的去现场看，他楼下 Seven 全家都有，然后你说这是猛鬼大，这不是？所以安啦。那凶宅的话，当然如果你是自己正常要自残你没有处理这方面事情的能力，那你就不要考虑你不要买了之后让你心里毛毛的
就不要考虑，没有关系啊，哦，真的没有关系。然后过一手之后就涂销掉了哦，所以人家会做凶宅换手。不过现在凶宅换手的成本很高，就房地合一税，所以大家也买了，然后就在那边等了之后再换手，换下一手就换给自己人，涂销掉之后就没事，然后就可以继续卖高价。这边讲一个东西哦，除非你要做短期炒作，否则的话就是凶宅买便宜嘛，那你装潢之后就卖了，也是卖相对便宜啊，然后去赚一点价差，可能1-2年的生活费。否则的话，你看看在现在这个世代，你要取得一个成本低的房子，这有多难呢？所以以凶宅啊这种低总价的房子啊，它更好的剧本应该是怎样？哦，应该是拿来做投报率的，就是长期收租用的。你租给有修行的人啊，他们都不怕，我跟你讲哦，真的都不怕，很奇怪，我以前有一户，我隔壁是师傅，就正隔壁做的是，那隔壁是不是？这个我去查一下好了哦，反正就是这样哦，他们都不会怕了。你要出租，你还是会有稳固的客群啊，真的是这样，而且他们会租来做，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就会所之类的样子，就是说，这个师傅来住几天，然后隔几天又有一个师傅来了，然后又待了几周，然后第一个师傅走了，然后就是好像当一个宿舍一样这样子在用，我觉得很好啊。那个出入入都是穿道袍的，然后剃光头，你看起来就会安心啊。所以凶宅还好，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地方，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到乱糟糟的
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哦，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哦，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哦，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哦。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哦，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哦，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哦。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哦，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哦，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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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哦，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哦，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